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于晨。在这部影片当中，我会完整示范一张角色插画，从黑白塑形到最终上色完稿的整个完整流程。那从影片前半段呢，我们会从基础角色设定跟动作参考开始，来逐步建立我们的线稿，并且运用黑白灰阶来进行形体塑造跟材质上面的区分，来打好我们画面的结构基础。那接着在后半段呢，我会深入分享许多人最关心的重点，就是如何从黑白转换为彩色，包含转色的思路以及最终上色完稿的关键流程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在正式进入插画制作之前，我会先绘制一张基础设定图，接着我们开始建立人物的基础动作。在正式绘制动作之前，我通常会先利用人体模型建立大致的动态跟透视，作为人体比例跟空间关系的参考。虽然模型本身的动态偏得比较僵硬，但它能快速提供稳定的结构基础。之后我会再进一步进行夸张跟调整，例如加强腰部的扭转，拉大身体的动态曲线，让人物的姿势更具有速度感跟张力。因为插画的动作往往需要比真实人体更具有表现力跟视觉张力。在人体结构建立的阶段，我会先以动态线开始，从胸腔与骨盆腔可以视为人体最重要的两个主要体块，通常会将它简化成球体或椭圆体，再透过脊椎作为中轴把它连接起来。那这样的做法可以快速的建立人物的重心、方向性跟平衡感，让人物在夸张的动态之下依然可以保持一种可信度。四肢则会以圆柱体或球体来进行概括，再逐步补上肌肉的细节结构。当人体基础完成后，我就会开始铺设服装设计。由于人物姿势与透视角度的改变，部分结构在原始的设定图中其实并不存在，因此在这个阶段必须主动的脑补完成。我会重新思考铠甲的内部结构、零件的衔接与关节的活动方式，在确保整体的动态姿势下依然具有合理性。那由于这一张是一张完整的插画，因此我会特别强调布料的动态与飘动感，让整个画面更具有强烈的节奏跟视觉上的流动。接着我开始整理头发的大型轮廓与发流方向，同时建立武器的基本造型。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线稿 2.0 阶段，在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在既有草稿基础上，再进一步建立更精确的结构跟设计细节，让角色的造型逐渐的完整。这个阶段的重点不是最终的精修，而是先把结构与设计逻辑先提前的确认清楚。这个过程其实就很像在脑中重新再建立一次立体的组装。我们需要在这个阶段不断的思考结构是否合理，零件如何互相衔接，关节如何转动，还有在人物动态下是否成立。接着我会开始重新整理机械铠甲的细部结构，尤其是像腿部铠甲这类具有大量细节的区域，关节转折、零件以及整体轮廓的节奏感。这些细节虽然微小，但都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的精修线稿。在腿部设计的部分，我会先利用已经完成的左腿结构来进行复制跟变形，再套用到右腿。那这种方式除了可以维持设计的一致性，也能够有效的提升工作效率。之后会搭配 Liquify 工具进行轮廓的微调，这个步骤并不会大幅修改造型，只是细修比例，让轮廓可以更加的流畅跟自然。开始补齐手臂上的铠甲设计，让角色全身的装备与造型能够更加完整而且统一。在布料的绘制上面，通常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：第一个是线条大小与疏密，再就是褶皱之间会形成交汇点，交汇点通常会是张力最强的位置。所有折线都会依照受力的方向向外延伸。理解这些原理之后，布料就不会只是一个装饰性的线条，而是真正有重量感、方向性。接下来我会将法术重新做切分，整理疏密与翻折的节奏，同时也为后续的精修线稿做好准备。接下来我会开始进一步细化武器设计，让人物的属性可以再更鲜明。完成中阶线稿之后，我们就进入到线稿 3.0 的最终精修阶段。我会放大画布的比例，重新描绘所有的线条，并开始强化线条粗细的变化，例如头饰、金属装饰与铠甲花纹都会在这个阶段逐步的细修完成。那在这个阶段就是让所有结构、比例、设计细节变得更精准、更干净。接着我会开始细化胸前的铠甲与腿部的铠甲，为接下来黑白光影塑形去做更好的准备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开始补齐设定图中尚未明确交代的设计细节。精修线稿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后续上色与光影塑形能清楚理解每个结构的转折与受光方向，避免凭感觉上色。同时我也会开始建立涂层与遮色片结构，因为完善的涂层规划能够让后续上色更有效率，避免后续上色颜色超出线稿的范围。接着补上更多的细节与装饰设计，
例如哪些位置属于转折面，哪些区域会落在暗部，都会在这个阶段先透过线稿明确的确立。因为当线稿已经清楚的定义结构之后，就更能够快速判断受光方向与体积变化。接着我会以左腿作为基准，由于左右腿是对称结构，参照已经完成的仪侧，确保比例与设计都是一致。那接着补上手部的铠甲与飘动的布料，在绘制布料的时候，应该回到核心的原则，将褶皱分为大、中、小3个阶段，避免细节平均分布，建立自然而且有节奏的视觉效果。反复精修线稿的过程，会逐渐建立对形体跟光影的空间预判能力。在真正开始上色之前，我们已经在脑中先模拟了光影位置跟形体的起伏。接着开始画头发，头发的处理与布料相似，重点在于发束的疏密节奏之间的翻折与交错，发流的动态与方向。通过这些原则，头发才能呈现自然的动态。之后补上头饰与龙角，进一步强化角色的轮廓与世界观元素。接着再次进入到武器细节，这时候会加入更多小型结构与零件，提升整体的精致度。那绘制复杂武器的核心原则是先简化成立体的基本型，例如刀刃可以先视为被压扁的长方体，在上面切割出更多的细小结构，来确保整体的透视跟体积始终是正确的。在线稿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进入黑白光影塑形，先将人物转成深色的剪影，排除色彩的干扰，专注在光影跟形体。我将主光源设定在人物的左上方，我刻意将脸部偏向暗面，来强化忍者隐匿与神秘的角色语言。光影不仅是塑造体积，更是角色叙事与整体氛围的工具。第一步是明暗交接线，那再来是投影。需要花大量时间跟耐心，好好的去找出每个结构，把相对应的明度放在上面。在建立光影的时候，我同时会思考，画面不只要符合逻辑，也要符合抽象的构成。在完成黑白光影之后，正式进入固有色填色。在这个时候，不会直接使用最终的配色，而是先填入高饱和跟差异极大的颜色，目的是在于提高选取与分层的效率，方便后续快速的调色。在分色的同时，保持2个核心原则。第一个是材质分类，例如金属、布料、皮革、肌肤或者特效等材质呢，必须要独立分层。再来就是以固有色的方式做分类，例如说同一个材质之内，不同的部件需要分开去处理，然后方便我们后续的微调跟选取。在完成基础填色之后呢，开始调整整个部位的固有明度，这一步将正式衔接到后续完整的上色流程。在不考虑色彩的情况之下，各个材质本身都应该有的亮度关系，你可以想象成一个黑白照片，那可能皮肤比较亮，真色服装较暗，金属跟武器可以落在不同的灰阶层级上面。在这个阶段的核心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先确立不同材质之间正确的明度关系。在固有明度建立完成之后，再重新开启原本的光影，那画面就会同时拥有正确的材质明度与完整的光影结构。那开始回到脸部进行细化。初期脸部我通常只会有亮面与暗面2个色阶，所以会显得比较平面，因此我会开始进一步细分，在我们的暗面加入更深的暗面，在亮面加入亮灰面，于是我们会形成4个主要色阶：最亮面、亮灰面、灰暗面跟最暗面。那这个过程就会很像是数位雕塑，当色阶逐步被细分之后，立体感就会被雕刻出来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，越接近最亮与最暗的面积，通常会越来越小，中间的色阶可以保持大面积的铺陈。最亮面跟最暗面要保持精准，而且要克制，这能够让我们的光影更干净，结构更清楚。当你的形状抓得够准，你就不会涂涂改改，那效率也会更高。因为后续只需要在正确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，接着补上瞳孔，最后点上眼睛的高光。这个小小的亮点会让整个角色瞬间活起来，高对比的小亮点会自动吸引视线，眼睛自然就会成为画面中的第一个视觉焦点。接下来相同的逻辑套用到皮肤区域，一样建立暗面，深化暗面的层次，再回到亮面去建立亮灰面，持续细分中间的色阶，透过亮暗之间的反复细化，立体感会逐步被雕塑。接着进入到服装上色，衣服的处理逻辑完全相同，而且通常只需要5到6个主要色阶就能够表现非常丰富的体积跟材质。我们使用色块逐步的堆叠，而非过度的使用喷枪柔化。过度的平滑会削弱画面的结构感，我们可以透过保留笔触的层次，观者不仅能感受到立体感，也能看见绘画的过程跟这个节奏感。所以我会刻意保留笔触跟手绘的痕迹，让画面在完成之前仍然保有画味，而不是过度的被抛光。在黑白稿阶段，不同材质必须用不同的明度逻辑来处理，其中最关键的区域就是布料跟金属。这其实非常接近传统素描的思维。布料与皮肤属于慢反射材质，那光线会被均匀的散射，因此不会
出现很强烈的镜面高光。那它的特征包含明暗对比比较柔和，高光不会刺眼，不会有很深的明暗交界线，色阶过渡会相对比较平滑。因此在这个阶段，我几乎不会刻意的加入明显的高光，重点放在形体转折与体积建立。再来是金属，金属的绘制方式是第一步仍然要先当做慢反射材质来画，也就是先完成最重要的形体塑造。只要形体正确，基本上材质就成功一半。那建立立体感之后，就进入材质的强化。你可以加入镜面高光跟环境反射。那这个两个元素加入之后呢，金属感马上就会被建立起来。接着我会以左腿作为基准，持续细化右腿的结构，确保两侧在设计上与比例保持一致。绘制铠甲金属的时候，都会接近在慢反射的状态之下，先确定它完成的立体结构。在这个阶段的目标非常单纯，完整的塑造形体，清楚的区分主要色块，建立稳定的明度层级。当这个基础完成之后，后续的材质与颜色就会变得非常容易。接下来开始为金属加入高光，我会先将金属边缘开始点上高光，金属质感马上就会被辨识出来。金属属于镜面反射材质，会产生锐利而且明确的反射，同时在表面加上环境反射。当高光与反射同时存在，那金属质感就会成立。金属完成度的另外一个关键是一个边缘倒角高光，在转折跟边缘使用接近白色的细线，能够呈现金属的锐利感。接下来我们回到布料，布料只需要慢反射，不需要强烈的高光。我们保持这种意识之后，才能成功的区分材质的关键。再来是头饰跟珠宝，珠宝跟金属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个透光材质，光线会进入宝石内部产生折射与散射，然后会再从下缘，也就是光源的反方向透出去。因此绘制珠宝的时候，我们会需要强调上方的光源，那内部的折射亮度跟下缘透光的效果。所以当宝石底部边缘变亮的时候，珠宝便能够与金属做一个明确的区分。接下来回到头发上的金属装饰，流程与前面相同，先完成形体，再加入高光，统一的材质逻辑能够让画面保持一致性。接下来开始画头发，在黑白阶段，头发仍然先以慢反射材质来处理，重点是建立形体跟色阶。我会先把原本2个色阶细分成4到5个色阶。头发其实是由大量小体积组成的一个大形体，色阶如果不足，会让头发显得过于的扁平，不像是在一个球体上面。接下来建立头发的光泽，接着用比较柔软的笔刷建立大面积的反射区域，先决定整体光泽的分布，而不是先画发丝，最后再用比较硬的笔去刻画局部高光的发丝，让整体的光泽跟局部高光都同时存在，这样很容易的就可以表现出头发的质感。下一步我们就进行到头部龙角的装饰，这绘制流程跟画金属是一样的。我们首先完成形体的塑造，再来强化边缘的高光，完成之后再进行整体的光影微调，来提升整个完整度。接下来我们来画最后一个武器，武器的金属比例比较高，它会出现大量的强烈高光、暗部的反射跟锐利的边缘光，在边缘加入非常亮的细线，能够强化武器的锋利跟硬度。在人物的右手的武器，我们先建立好形体，再来画出它的亮反射跟暗反射，最后再来画一个边缘高光。那武器的那个步骤呢，它就完成。现在我们黑白稿已经完成，正式进入到灰阶转色彩的阶段。先整理并且合并所有的灰阶涂层，然后确保整体的明度都是一致的。首先我们开始先从人物的肤色开始，我会先使用色相饱和度套上基础的肤色，并且降低饱和度，保持原有的光影结构。这一步的目标是建立整体的色调基底。接下来新增涂层，开始区分局部的色彩，例如眼白会另外使用偏灰白色来处理。在皮肤上面，我会使用笔刷喷上一些红色，去模拟刺表面散射的效果。例如血液集中的区域，例如脸颊、鼻头、耳朵跟关节的部分，都会带有微微的暖红色。同时在颧骨跟下颚等区域加入一些冷色调，那通过冷暖的差异呢，来提升我们的皮肤真实感。接着为头发套用固有色，因为之前灰阶我们已经建立完整的形体塑造，所以我们在调色的时候上色速度会非常快。这正是因为灰阶上色法的优势，先解决光影，再快速完成配色。最后我们依照设定完成各种基础色，例如我们的铠甲、深棕色的主体，再加上金属的装饰。那机械的区域呢，偏灰色调来做一个材质区分。核心流程其实非常单纯，透过色相与饱和度来建立各种材质的基础色。在完成之后呢，我们人物就开始进入到全彩的阶段，接下来可以开始更深入光影跟色彩的强化。为什么在前期我们一定要先建立一个固有色的遮罩？当每个材质都有清楚的颜色区分之后，在我们后期我们就能够快速的去选取这些区域。
直接透过色相饱和度来进行整体的调色，大幅提升整个效率跟可控性。接下来是视觉焦点的强化，例如红色的缎带、金属装饰、高红色的宝石，这些区域会略微提高饱和度、对比跟亮度，来引导观者的视线。最后来精修眼睛，我会使用独立图层来强化高光、色彩层次跟对比，让我们的人物更具有生命力。完成人物配色之后，就开始处理背景。为了避免画面过于空旷，首先使用渐层建立背景的基底，我选择带有东方与复古气息的暖黄色系，让整体色调看起来更加的和谐跟统一。接着在新图层上进行最后的体积微调，确保我们的人物在色彩阶段仍然保持结构。在人物后方加入一个大型的圆形结构，这是用来集中视线、强化视觉焦点的设计手法，并且刻意维持在平面化的处理，与前景的立体人物形成一个对比，进一步强化人物的空间感，同时避免背景过度的复杂，确保我们的人物始终是画面的主体。那在背景的方面呢，我希望加入一些东方的意象、传统的云纹与月亮的意象，象征夜晚行动的忍者氛围。这些元素会以平面跟图形化的方式来做呈现，保留这种设计感，但同时又不抢走我们的视觉焦点。最后我在云朵边缘加上了线条，让我们的轮廓看起来更清晰。接着在背景下方以柔边白色的笔刷轻轻刷一层由下往上的雾气，并且刻意强化背景的2D 平面感，这能与前景角色的3D 光影形体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去提升我们画面层次，同时再稍微降低背景图形的视觉强度，进一步强化角色的主体位置。完成背景之后呢，就进入最终的调色阶段，透过使用 Selective Color 或 Hue Saturation 的工具来进行微调，在不破坏固有色的前提之下，让我们整体色调再更加的和谐，而且微微的偏向暖色系，让我们的角色跟背景再更自然的融合。所以到这边呢，我们的作品就正式完成了。我们从线稿出发，经过灰阶的体积塑造、黑白细化，再做一些关键的转色，到最终上色，画面整体统一，完成了一套从黑白到色彩的完整角色插画流程。好，这部影片就到这边。那希望这样的内容分享呢，能对你有所帮助跟启发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喽。